这是一只血族骆驼，它的脖子上带有特殊印记，特殊情况下它会觉醒成战争骆驼，骑上它就能成为服务器霸主。我为了让骆驼进化成战争形态，需要去争夺孔雀石。我和猎人几乎是前后脚抵达这里，不能让他们看见我。取走孔雀石，炸掉房间的玻璃，我一跃而下朝外跑去。雷吉把孔雀石拿走了，兄弟们快追啊！坏了，依旧是被他们发现了。猎人一定会设法夺走孔雀石。为了甩开猎人，我只能剑走偏锋，从100米高空一跃而下，一波精彩的跳水。随后我坐上提前准备的竹筏划船离开，猎人们也追了下来。还好他们没有带船，助手莱西已经在前面等候多时了。这下我逃脱追捕的概率就大了许多。雷吉，你拿到孔雀石了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不过我们惹到大麻烦了，得赶紧回到基地去。幸好助手带来了坐骑，这只骆驼的老爹是纯种血族骆驼，只要回到基地，猎人就再也拿我没办法了。小黄没有辜负他体内一半的血族传承，带着我们既翻山又过河。由于没有及时喂食的缘故，小黄的脚力渐渐慢了下来。突然脚下响起一声爆炸，我们仨通通坠了下去。更不幸的是，小黄还牺牲了，我和助手掉进陷阱，心爱的坐骑也已牺牲。但只要我能回到基地，就有机会得到战争骆驼。我不但要活下去，还要保证孔雀石不落贼子之手，到时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猎人在我们头顶喊话，要我交出手里的孔雀石。见我不愿意屈从，他们开始想法子折磨我了。有只小猪在发射器上行走，一旦它踩到压力板就会触发激光。头顶果然开始落下许多 TNT， 我和小助手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东躲西藏，挨了一炸，我半血已经没了。忽然我发现面前的黑曜石形状很对，我喊小助手来看，我这里有2块黑曜石和一个火焰弹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我要来他手里的东西。随后补全下界传送门，接着点火启动。就当我准备去往下界时，一堆 TNT 落在我脸上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这才没有受伤。但很可惜的是传送门被毁了，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。是的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对了，我们好像可以搭高出去，你有方块吗？总共还剩11块。我向莱西要来这些方块，随后开始搭高，很快我就把方块用完，一抬头差点没给我吓死。恶霸 JC 一脚将我踹了下来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盯着你们的，除非你能交出孔雀石。莱西，被人一直看着也太难受了，我们得快跑啊！头顶的 TNT 冷不丁就会出来偷袭，因为没人能预测出佩奇的脚步。吃块牛排，冷静冷静，我也来踩压力板了。嘿嘿，我勒个去 ，JC 居然放出这么多 TNT，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迟早要 GG。我问莱西还有什么东西，我还有一个末影龙首以及一些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，因为我突然有个奇思妙想，或许可以用这个方法把 JC 吓跑。我在工作台制作出一个音符盒，先观察 JC 的动向，不能被他看到我在干什么。我将音符盒放在角落里，放上末影龙首，随后使劲敲击音符盒，末影龙的咆哮响彻整个监狱。JC 一听这么多的末影龙咆哮声，哪怕是身经百战的他也不由得腿软。计划成功，终于可以安心准备越狱的事了。我还有一个木筏粘液块、活塞和拉杆。没想到莱西还剩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就不信今天我们出不去。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就是木筏，我想卡墙角出去。显然这座监狱是加固过的，木筏计划宣告失败，执行 B 计划。我要用活塞和粘液块的弹跳能力驱走 TNT。我制作出一个人体发射器，可惜还差了点高度，我得找些方块垫一下。让我看看周围，找到了，这些沙粒可以收集起来，将3块沙粒垫在下面，随后再次发射。我在空中驱走了10块 TNT， 这些用来搭高是不够的，但是我有别的办法。莱西提醒我他那里好像可以炸出去，我决定试一试，摆上3块 TNT， 用拉杆启动，然后取走拉杆，远离爆破范围。后面居然不是黑曜石，我看到一丝希望，这下就可以放心炸了。先放2块 TNT， 一声闷响传来，我进入洞里查看，发现后面都是黑曜石了，看来爆破计划也失败了。我们可不可以用 TNT 把自己发射出去呢？莱西的这个想法非常好，但我一般不会轻易用这一招，因为它太危险了。可是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，我摆上4块 TNT 围成一圈，中间放上粘液块和拉杆，启动拉杆。我和莱西挤到最中间的位置，脚下剧烈一震，我们俩纷纷飞了出来，落在草地上，得赶紧回到基地里，省得夜长梦多。突然我听到活塞触发的声音，回头时却见莱西已经不见了，他有可能是掉进陷阱里了。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家被偷，回基地取了工具再来救他吧。这里就是我的基地了，门口都是莱西种的花花草草，可我却无心赏景，一心只想找到大白。来到围栏这我傻眼了，他可是全服最后一只纯种血族骆驼呀！这些黑色的地毯是什么意思？走到房间门口，我发现一张告示牌，沿着黑色地毯过来，拿孔雀石换人，这可不太善了。我虽然有孔雀石，可大白和莱西都在他们那，一换二我绝对不亏。我刚想出去提出交换，却发现城墙上不对劲，大白正被他们吊在空中，他们居然虐待我的爱宠。
我改变主意了，绝不会将孔雀石交给他们助纣为虐。听见有猎人出来的声音，我迅速躲到木栅栏下面，猎人就这样从我头顶走过去，好险好险！我回到上面，走进猎人堡垒，刚进门我就发现莱西被关在这里。哇，是雷吉，快带我离开这里！我看到身后的箱子，直接拿走里面的东西，随后用石镐挖开铁栅栏，邀请莱西和我一起去救大白。不对哦，在那之前先把孔雀石给我。虽然感到不对劲，但我还是很信任他，将孔雀石交给了他。你人真好，但是对不起了。什么意思？莱西，你是要背叛我吗？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因为你太蠢了。我这么信任你，居然还背刺我。没办法，猎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行，他们给的多是吧？吃我一击，哈哈，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。其实我早都察觉到了，就是想看你有什么把戏。但问题是我好像依旧被困在这里，下面怎么这么吵？我勒个去，这至少得有100只末影螨。不仅如此，墙上的活塞楼梯正在展开，估计不到2分半他们就能到我这里。看看背包里有什么，一些藤蔓，我可以试试用它们来爬出去。可惜我只有7节藤蔓，显然是不太够啊。我还有一个鼓方块，1节竹子和泥土块。我又有点子了，把竹子种下去，随后制作一些骨粉，站在竹竿上不断向下撒骨粉，直到竹子到达最大高度，依旧是不太行啊。我只能重新回到下面，收集一些竹子用来做木棍吧。末影螨已经抵达第2个转角，估计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。包里还有一棵樱花树苗，让我试试能不能催化成大树。可我骨粉都撒完了，也不见它长大。你在和我开玩笑吗？藤蔓还在不断生长，但是要等到它们长至洞口，可能那时我的坟头草都有2米高了，只能用出最后的杀手锏了。这一招我一般不会轻易使用，因为我的非球体质实在是太强大。第1颗紫松果差点让我原地去世，我赶紧吃下第2颗回到上面。紫松果直接给我的低血压治好了。我还有30秒的时间，樱花树还是不见长大，看来今天我命休矣。突然我听到上面有人在喊我，不是幻听，是狒狒来了。我知道孔雀石在你那，我们一起联手推翻猎人的统治吧。你的提议我接受，但是能不能先救我出去？狒狒非常爽快的就把我拽了上去，重获新生的感觉太棒了。跟着我，我知道大白在哪里。狒狒告诉我他已经在这潜伏1个月了，对于猎人的巡查机制了如指掌，带着我藏到楼梯巡视的死角。2秒后，一位猎人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掠过。狒狒带着我爬楼梯，直到抵达楼顶。一出门我就见到了悬着的大白。狒狒射箭将他放下来，我把孔雀石融入他的血族印记。随后大白就觉醒了战争形态。我和狒狒从没见过这么帅的坐骑，迫不及待地骑了上去。此时猎人们也已围了上来，感受着坐骑汹涌的力量，我直接发动了战争践踏技能。猎人被我们砍瓜切菜一般纷纷击败，所有邪恶的势力终将会被正义绳之以法。我和狒狒俯视着这座黑暗的堡垒，友谊的羁绊就是这么强大。猎人突袭我的基地并将我逮捕起来，他们一路将我驱赶到一台红石装置上。我询问猎人将我的蘑菇牛怎样了，可他们不搭话，自顾自地启动了这台机器。这是一台垂直飞行器，头顶似乎是个巨大的黑曜石监狱，隐隐约约能看到3位猎人在上面等待。2位猎人押送着我，他们警告我只要有任何轻举妄动，就会给我送来1份蘑菇炖牛肉。我只好不再吱声。1分钟后我们抵达监狱，猎人让我跟他进去，趁他们不注意我赶紧顺手牵羊。只见监狱里面有2道岩浆瀑布和109块压力板，猎人驱赶我进去。我转头发现自己的宠物阿福在这里，他们见状开始给我上压力，要是我不走到中间，他们立马就把阿福给毙了。踩上那块压力板，我如是照做，回头却见猎人扑上压力板将我的来路封死。如果你离开站着的地方，或者踩到其他的压力板，都会引发连环爆炸哦。最毒不过猎人心慢，趁着他们还没走，我赶紧对他们使用嘴炮攻击，顺带提一嘴，1分钟后这里也会自爆哦。说罢，猎人们纷纷大笑，接着一个个各显神通去往地面。我该怎么办才能在不引发爆炸的情况下逃出这里？只有我脚下的压力板有侦测器，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挖掉其他的压力板。刚才顺走的铁钉来作用了，为了抢时间，我只能隔1米挖掉1个压力板。不过照这个速度，我最多只能自保。可爱的牛牛，我是救不了它了。时间还剩5秒，我挖掉剩下的2块压力板，赶在最后一刻来到监狱外面，在外面的工作台上做出剪刀。刚才坐电梯时我就观察过无数次地形了，从这个地方跳下去，只要剪断树叶便可落在水潭上。不过我只有0.1秒的时间，千钧一发之际我成功了，离开水潭，躲在建筑后面，以防被猎人发现行踪。一名少尉正站在阳台，见他目光看向东方，我迅速从西侧绕个圈子来到他的脚下，然后快步来到1楼，在这里发现4个大箱子，简单取走一些我能用到的物资。阳台的猎人开始移动，为防止被发现，我还是先躲一下为妙。楼梯下面刚好够我躲藏，见他离开，我迅速起身，先看一眼周围是否有名牌，确认安全再开后门。这里是猎人村庄的核心地区，也是猎人最主要的活动范围。见到他们都在各忙各的，我也赶紧行动起来，进入面前的房子开始借东西，药水和金苹果什么的都是多多益善。门口传来走近的脚步声，我爬上楼梯来到2楼，接着缓缓退守到边缘位置，利用第3视角观察猎人动向。见他要上楼，我直接退后1步来到地面，然后贴着墙边行走，观察对面楼顶的猎人。此时我面前建筑里的猎人已经离去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。可我刚开箱子就听到有人在靠近，一位戴着乌龟帽的猎人要过来了，怎么办？完蛋了！
好在他被同伴喊了回去。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加快行动，没时间挑挑拣拣了。红石材料和各种工具能拿就拿，还意外得到一些 TNT。这下我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把盔甲穿上，来到村庄西侧的一处天然峡谷中。这个地方虽然就在猎人村庄附近，但是开采痕迹并不明显。看来猎人并不经常挖矿，他们干的都是些强盗勾当。天下苦猎人久矣啊！今天我就要站出来制裁他们。首先找块风水宝地，向下一直挖洞，直到抵达基岩层。有一说一，这运气是真的背，一路挖到基岩层都没见到金块或钻石块的影子。好在我此行不是来挖矿的，不然真的让我抓狂。忽然我发现一处天然形成的可用于做陷阱的基岩堆，我爬到下面将周围的原石都清理干净，然后做出基岩粉碎机，将一些多余的基岩都摧毁掉，这样陷阱的雏形就出现了。倒入一桶水，然后将水渠上方用原石封住，接着在水渠的终点进行搭高，高度合适后进行搭桥。还缺一颗末影珍珠，刚好在这里遇到了末影施主，将它物理超度后即可得到末影舍利子，把隧道打通，直到抵达猎人村庄的下方，然后在每个房子的下面都挖个小通道，这些小通道都是留着布置 TNT 的，一定要给猎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将 TNT 点燃后堵死洞口来到地面，接下来就可以静等好戏。只听村庄里的爆炸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，多么美妙的交响乐啊！吃下一颗金苹果，防止等下被猎人直接秒杀。爆炸结束后，我就可以闪亮登场了。我以全新的姿态站在猎人面前，他们一时间恐惧、愤怒、疑惑等等情绪充斥于内心。我向他们发起挑战，然后示敌以弱，装作他们人数多我打不过的样子。猎人见状，心中的恐惧渐渐消失，以往的嚣张神情再次浮现。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猎人们纷纷大笑起来。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，故弄什么玄虚，给你机会都不中用啊！他这句指的肯定是我没能第一时间将他们都炸死，但他们又怎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呢？直接做掉猎人也太便宜他们，要的就是让他们掉以轻心，然后永遭折磨。我一路向着矿道深处逃去，此间我一直都没有犹豫，完全是心随身走，为的就是防止猎人看出我对这里很熟悉。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推测出的事实，我将主动权交给猎人，给他们一种我完全被动的错觉。我跳下水潭，游到终点，丢出末影珍珠，完全一气呵成。直到这时，猎人们还陷入追杀的幻想之中。殊不知，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他们终于察觉到不对了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。我早已将他们的末影珍珠不是借走就是骗出。他们虽然手持不死图腾，但是毫无作用，因为我只是困住他们，煎熬他们的灵魂。比起杀人，我更喜欢诛心，也算是给服务器的其他玩家讨回公道了吧。